今年的秋天来得有些猛，现在才11月初，前天最低气温已经达到0度了。据气象预报，未来的几天之内可能会达到最低-2到3度。树叶已经开始掉了，很快就要都变得光秃秃了。但是我们室内现在还是绿意盎然。今天就给大家介绍这一棵我们寒温带地区室内的恩物——绿萝。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一棵，这棵是另外一棵更大一些绿萝的子女。在这个位置，它下午可以照到一点点的阳光，但并不是很多。它的叶片在阳光照得多的区域呢，是会呈现这种斑驳的深绿、浅绿交错的，如大理石般的一个色彩。但是如果是阳光比较少的地方，它的叶面更倾向于是这种绿色的，纯绿色的。两种色彩状态在我看来都是很美。绿萝最可爱的地方不但在于它的美丽，更在于它顽强的生命力，以及对阳光、水和肥料极少的要求。现在咱们去看一下这棵绿萝的妈妈。这棵绿萝就是刚才那棵绿萝的妈妈，原来也是挂在一个钩子上的，但是后来因为它长越来越大，就是换到了一个大盆里，然后这个大盆是比较大的，就直径有大概有20几厘米吧，是不可能挂起来的，太沉了。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角落的一个架子上。这个地方光线其实是非常不好的，因为我这个窗子是朝西北偏北的，所以只在下午比较晚的时候，下午5、6点钟才有一点点的阳光，但是那个对它来说就已经足够了。这下面这个阳光照不到的地方，就是叶子颜色就比较单一。但是只要有一点点的阳光，它的叶面就会呈现这种斑斓的大理石般的一个纹路。这棵母株已经是养了大概有10来年了，除了2、3年前吧换过这么一次盆，其他的时候就基本上都只是说土干了就浇一浇，没有其他的护理的要求。有的时候我们出去度假，最放心的就是这一棵了。这棵的话，只要度假前浇下水，2、3个星期之后回来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。绿萝的扦插也是非常方便的，我就是把它放在水里头，都不用说天天换水，就是差不多过个3、4天、4、5天，看那个水有点浑浊了再换，其实都没有问题。它都能长出根来。这是我家那棵大的绿萝扦插之后长的另外一棵，这棵也是已经长了好几年了。这个长的藤，我过些时候会把它剪下来再扦插。这个地方就基本上是根本是一点直射光都没有了，只是一些散射的光，因为这个角落是正好是在这个房子的西北角。所以直射阳光是进不来的，但是你看，只要有一点点的散射光，它还是能展现这种斑斓的一种颜色。现在请大家欣赏一下这一棵我扦插了有1年的绿萝，这棵是就随便从那个母株那个上头剪下来的，就放在水里头。这个是差不多已经有1年时间了，它始终是还是没有任何衰败的迹象。它这个黄叶摘掉就行了。这是我小孩子房间里我给扦插的一盆，这个也是有1年多了，也是还没有衰败的迹象。但是如果时间长了哈，它这个只是在水里的话，这个营养跟不上，它是会慢慢会衰败的。我等会儿给大家看一下，有另外一盆我扦插了大概有5、6年了，应该是至少是，但是那个它就是有一些衰败的迹象。这一盆就是大概5、6年前扦插的，一直用水养着，但是这个水培的植物养久了，它这个营养会有点跟不上。看这个它都长得有点秃了，这个就是它会这个叶子会不断的会变黄，然后这个秃了的这个节点都是黄了的叶子给我撸掉的。这个的话呢，之后我就有2个选择，一个就是只能是让它先去
另外一个选择就是再拿一个盆，装点土，把它养到土里头。其实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几棵，我挂起来的那几棵都是这样子，在水里头养了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不行了，就拿个盆子装起来。但是我现在问题是家里这个绿萝是有点太多了，我就要再想想是不是应该就断舍离一下，跟它好好的说拜拜吧。一般来讲，水培的植物长出来的那个白的根，把它放到土里头以后，它不一定能变成在土里头所需要的那个须根的。这是因为在水里头，它的生长机制和在土里头生长的机制是不一样的。这是我读过一些文章所得出了一个结论。但是对绿萝来说，因为它的生命力实在是太强大了，把它从水里头移到这个土壤的环境里头之后，它那个水培的根还会继续发挥一部分的作用，直到它那个土壤环境所需要的须根长出来为止。绿萝的原产地是在东南亚和西太平洋的一些岛国，但是在遥远的加拿大，它也能在室内生长的不错。我觉得这是和它的 DNA 有关系的。虽然它不能开花，但是它那个生机勃勃的绿叶，在寒冬的天气也是让人赏心悦目。看我这个小角落，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么个热带雨林的感觉呢？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先到这里。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视频，请别忘了点赞、转发、订阅，谢谢，再见。